28号下午，商务部举行2023年最后一场例行记者会，总结今年外贸形势，展望明年工作重点。发言人还回应了多个热点。对于今年以来境外一些机构炒作中国吸引外资下降等话题，渲染悲观情绪，并以此唱衰中国经济，商务部从横向、纵向及结构3方面进行研判。2024年中国经济将如何开好头？来看深圳卫视驻京记者现场发回的观察。今年以来，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克服外需下滑、价格下行和去年高基数影响，展现了较强韧性。展望2024年，我们既要看到外部环境的不确定、不稳定性，也要看到中国经济和外贸发展的有利因素在不断的积聚。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中国进出口实现37.96万亿元人民币，与去年基本持平。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在分析外贸形势时表示，一方面，世界经济仍处于艰难复苏的进程中，全球贸易回暖速度缓慢。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2023年全球货物贸易额下降7.5%，2024年仍然高度不确定且总体悲观。地缘政治影响外溢，贸易保护限制增多等不利影响仍在持续。另一方面，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对外开放的红利将继续显现，外贸新产品、新业态的潜力将持续释放。今年以来，境外一些机构热衷炒作中国吸引外资下降等话题，并借机唱衰中国经济。何卫东指出，从纵向看，中国1.04万亿元的引资规模仍处于历史高位，在2019年至2021年连续3年吸收外资刷新历史记录的情况下，今年前11个月吸引外资出现波动是正常的。从横向看，近年来全球跨国投资低迷。何亚东分析指出，中国吸引外资的质量同期快速上升，我国吸引外资的结构也在持续的优化。今年的1到11月，高技术产业引资规模达到了3866.5亿元，占全国吸引外资比重为37.2%。随着已出台外资政策效果的逐步显现，中国市场对外资的磁吸力将会更强。对于美国商务部日前表示，将对美国半导体行业的供应链和国防工业展开调查，以减少所谓中国构成的国家安全风险。何亚东回应称，美国这一违背市场规律、割裂全球半导体市场的行为，不仅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也将影响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各国半导体企业利益，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将密切关注美方相关措施的动向和影响，坚决维护自身利益。这个拜登政府未来大概率还会在科技领域对中国的创新，包括中国科技进步，就是施加这个阻碍性的这样一个力量，还是从3个方面，叫人财物3大类。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也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聚焦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郭兰峰介绍，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和粤港澳3地扎实抓好营商环境行动计划的贯彻落实，及时协调解决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困难，确保提出的举措早落地、真管用、见实效。大家都很清楚，没有一流的营商环境，很难谈到一流的湾区跟这个城市群，它是一个地区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它有利于发挥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增强大湾区甚至包括全国的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在记者会上，深圳卫视记者田星向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进行了提问。深圳卫视提问：据了解，现代服务业是香港的主导产业之一，请问香港在推进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方面做了哪些工作？下一步，在联动前海打造优质高效的现代服务业新体系方面有哪些重点举措？谢谢。香港凭着1国2制的制度优势，以及高度的法治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将深化港深合作，落实前海总规。香港将继续发挥作为国际金融、
航运贸易中心以及国际航空枢纽的优势，助力前海加快推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以及现代服务业发展。我们会继续发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为大湾区以及国家高质量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秦伟忠介绍，前海开发开放取得了积极成效，累计推出805项制度创新成果，88项在全国推广，实际利用港资336.6亿美元，孵化香港创业团队600家，全力推动深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主动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深化深港合作专班推进机制。今天，中国国防部、商务部及国新办均举行年终记者会。尤其国新办记者会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主题，更是成为粤港澳3地的关注焦点。那您对此有何特别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用一句网络流行语，2023年已经余额不足了，当下呢是回望总结、前瞻期待的一个最佳时段。今天想必在北京做相关报道的中外记者，包括我的北京同事们，他们都过了一个特别忙碌充实的一个工作日。应该说呢，这几场记者会都是属于例行安排，但因为时逢岁末，被赋予了特别的期待与关注。也因此，我认为国人与外部世界更会对中国最高领导人在2023年最后一天的傍晚时分循例发表新年贺词会特别关注，也会特别期待。事实上呢，中国元首发表新年贺词已经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又一个共情时刻，也是呢年终岁尾再度凝神聚气向未来的又一次的希望动员。前2天，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着力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最好的纪念就是呢，把他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这呢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务。那么从这种意义上说，今天这几场年终记者会，应该说呢是共和国在各个相关层面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高质量发展与改革开放这关键一招来作为考核项，交出年终答卷。那么我认为这是粤港澳大湾区主题记者会今天在岁末与国新办平台举行，它的影响和意义所在。那么它所见证的正是粤港澳大湾区在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国家整体战略布局中的分量之重。此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曾特别要求经济大省要勇挑重担。那么作为跨省区、跨体制、跨货币体系的这样一个区域治理的特殊安排，粤港澳大湾区更是呢要走在勇挑重担者的最前列。实际上，今天这场记者会它所释放的主题信息非常明确，无论是中央层面的政策执行者，还是地方层面的鼎力实践者，都对此是自信表达大湾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践行高质量发展的全面实践大有可观。大湾区瞄准中国式现代化的明天也是大可期待。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次记者会就是在国家层面对大湾区光明论的又一次的强力唱响，全世界都听到了，入耳也会入心。今天国防部的年终记者会，发言人吴谦对中美军事高层上周进行的视频通话高度评价，但也警告美方立即停止插手南海问题。那您认为这又传递出了何种信息呢？我注意到今天国防部记者会上有一个特别环节，吴谦播放了一段新年的祝福视频，以解放军战士深情吟唱、共唱夜空中最亮的星，烘托传递这样一个明确信息，那就是展望新的一年，请你相信，无论你身在何方，中国军队将会永远做你可以依靠的坚强的臂膀。我认为这实际上也是这一次国防部年度记者会它所着力传递的核心的主题信息。那就是在1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在世界进入到动荡变革期，在变乱交织、冲突加剧之际，人民解放军面对外部风险挑战，他的信心、他的底气。上周四，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刘正利应约与美军参联会主席布朗首次进行视频通话，引起全球媒体的广泛关注。这意味着中美两军落实两国元首在旧金山会晤达成的共识，
推动中断16个月的高层军事交流的全面恢复。《纽约时报》对此就特别指出，这次通话标志着世界上2个最强大军队之间的关系迈出了重要一步。今天呢，吴谦对这次通话报以积极评价，我想这也意味着美方一直在试图推动并且恢复的国防部工作会晤、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开展两军战区领导人通话等等，都将会陆续有来。我之前曾经在评论中指出，中美关系要推动实现稳下来、好起来，关键呢就看两军关系能否稳下来、好起来。还要指出，也是在那一次全球高度关注的视频通话中，刘正利就特别强调，美方应该切实尊重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今天呢，吴谦也再度硬气回呛，美方为了一己私利，怂恿挑动非方侵权挑衅，还妄图用什么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来胁迫中方。中方不吃这一套。而上周呢，在应约和菲律宾外长通话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他呢也直白告诫菲方，如果菲律宾方面误判形势、一意孤行，甚至与不怀好意的外部势力相互勾连，继续生事生乱，那么中方必然将会依法维权，坚决回应。今天吴谦也再度对此强调，中方始终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分歧，共同维护海上稳定，但是呢，不会对菲律宾方面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滋事坐视不管。我注意到吴谦涉南海议题的相关表态，今天呢是国际媒体关注并且引述报道的一个最大的焦点。此前，美军印太司令阿奎利诺曾经多次公开喊话，与中国军方相应层级的沟通努力一直未果。但是呢，可以预料，未来即便中美两军各层级的交流全面恢复，那么在南海以及台海这2个方向，必然将会是两军对话博弈、管控分歧的焦点所在。同样呢，也可以预见，随着美国大选年的揭幕，美方在这2个方向的搅局动作是一定少不了的。必须要正告美方，中国有必须维护的利益、必须捍卫的原则、必须坚守的底线。那么，在这些个重大的利益、原则与底线问题上，人民解放军永远是钢铁长城，永远是最强臂膀。28号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这也是2023年最后一场国防部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就中国军队在2023年如何聚焦练兵备战、强化与外军合作交流以及周边热点军事话题进行了回应。深圳卫视驻京记者在现场注意到，台海局势再次成为核心议题。今天是2023年最后一场国防部记者会，台湾问题再次成为核心议题。就台湾派遣约600名军事人员前往美国接受武器培训一事，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回答深圳卫视相关提问时明确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许任何外来干涉。中国敦促美方悬崖勒马，停止武装台湾的危险举动，以实际行动履行不支持台独的承诺。近段时间以来，台湾媒体多次报道有美方人员参与台湾军队培训的消息。吴谦回应表示，美方与中国台湾地区发展军事联系，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有关规定，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安全，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我们敦促美方悬崖勒马，停止武装台湾的危险举动，以实际行动履行不支持台独的承诺，玩火者必自焚。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妄图倚仗外部势力以武谋独，终将以失败告终。吴谦强调，民进党当局故意炒作所谓大陆军事威胁，渲染紧张气氛，完全是为了谋取选举利益。至于所谓台军动态，解放军尽在掌握，我们将一如既往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根据近期签署成法的美国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美国军费高达创历史纪录的8860亿美元。值得警惕的是，该法还夹带不少涉华消极内容。除了要增强
扬美军在印太地区威慑力，还大肆操弄涉台问题，鼓吹对华战略竞争，渲染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吴谦表示，美国国防费用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第一，高于其后9个国家军费的总和，约占全球军费开支总额40%。美方一方面加速自身军力发展，强化亚太军力部署，巩固双边军事同盟，拼凑3边安全伙伴关系和4边机制；另一方面却一再拿中国说事，炒作并不存在的中国军事威胁，种种操弄加剧国际社会的阵营对抗和军备竞赛势，对当前的国际安全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造成严重冲击。我们要求美方摒弃过时的旧安全观与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看待中国军力发展，以免陷在霸权迷思中难以自拔。对于外界尤为关心的中美两军高层沟通问题，吴谦表示，上个月中美两国元首在旧金山会晤期间一致同意，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恢复两军高层沟通。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开展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12月21号晚，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与美军参联会主席布朗进行视频通话，就落实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涉军重要共识和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取得积极的建设性成果。下一步，希望美方和中方相向而行，切实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推动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关于具体交往项目，两国防务部门正保持着沟通协调。在谈到南海问题时，吴谦表示，中方不会对非方挑衅滋事坐视不管，同时也要求美方立即停止插手南海问题。他强调，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美方为了一己私利，怂恿挑动非方侵权挑衅，还妄图用什么美非共同防御条约威胁胁迫中方，中方不吃这一套。仁爱礁问题是中非之间的事，与第三方无关。我们要求美方立即停止插手南海问题，停止怂恿鼓动支持非方侵权挑衅，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吴谦介绍，党的18大以来，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坚强领导下，我军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入破解长期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10年来，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实践成果。人民军队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实践证明，改革是强军的必由之路，是决定我军发展壮大、制胜未来的关键一招。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等人近日透露，美国对华情报工作的极为艰难的现状。美国情报界高官抱怨，10年前中情局在中国的间谍网络被一锅端，美国的对华情报业务部门一夜间成为瞎子。10年来，这一情况没有改善。实际上，伯恩斯执掌中情局后曾组建所谓中国任务中心，但他的这次抱怨显示，这一中心的业绩远不及预期。26号，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随着美国安全政策从20年前的反恐转向为可能与中俄等发生大国冲突做准备，美国中央情报局及其他美情报机构正在进行一场巨大且秘密进行的变革。报道称，美国情报界开始重新培训人员，重新分配数10亿美元的预算，重新装备昂贵的间谍机器，以便将重点放在那些潜在对手身上，其目标之一便是加强针对中国的人力间谍网络。不过，美国情报系统高官表示，虽然从2000年起，中情局等美国情报机构在对华情报领域投入大量资源，但2012年其在华情报网络遭遇毁灭性打击，被中国反间谍部门一锅端，10多年来仍未能有效重建在华情报网络。根据中情局官员爆料，他们在中国很难开展工作，也很难招募或会见本地的间谍和线人。从拉美国家等第三
中国招募针对中国的间谍的计划也并不成功。美国现在对中国的情报收集，绝大部分仍依赖于通过电子监听、拦截电话、电子邮件和其他任何形式的数字通信，但这样收集的情报很难做到像人力情报那样准确判断对方的真实意图或弱点。据他们透露，目前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认知主要来自于推测和对中方公开声明的解读，根本没有真正了解中国的计划和意图。《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在总结中指出，美国间谍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中国。深圳卫视注意到，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这次也接受了《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但他近几个月在对华情报网络建设方面数次改口。7月20号，他在出席阿斯彭安全论坛时宣称，美国在华情报网络重建已取得进展，但这次他却对《华尔街日报》承认，美国近10年来仍未能有效重建在华情报网络。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内的美国情报机构，一直是推行美国国家战略的马前卒，情报收集的重心呢，也随着美国国家战略的调整而转移。当前呢，美将中国作为主要竞争对手，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中央情报局将会继续把中国作为其情报活动的最重要的目标和对象，不遗余力地发展在华间谍网络。伯恩斯特别提到他的一项政绩工程，那就是2021年其上任不久后新建立的辐射中情局所有任务领域的中国任务中心，以便统一中情局对华工作。外界注意到，这也是中情局目前唯一针对单一国家设立的任务中心。该中心员工被要求学习汉语及普通话。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反恐问题专家李伟对深圳卫视表示，中情局构建对华情报网主要有2个方面：一是针对中国的外派和留学等人员，采取利诱、胁迫和恐吓等手段发展间谍人员；与此同时，在中国境内物色发展间谍；二是中情局在中国的核心部门及军工、科研、金融机构加紧策反。对此，一是呢，我境外人员要保持高度警惕，防止被境外情报机构发展；二是呢，要提高反间防谍的意识，发现可疑现象及时向专门机构报告；三是提高保密意识；四是除国家安全机关外，其他部门机构也要把反间防谍放到日常工作的重要位置。只有这样呢，我们全面的开展反间防谍的工作，才能够呢有效地阻止美中情局对我开展的情报间谍活动。近年来，中国民众的反间谍意识不断增强。最近，在一座滨海城市，一位警惕性很高的房东李某向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反映他把房子租给外国人后，房子却从来没人入住，但到了半夜，房间内却不时闪烁诡异的绿光。经国家安全机关调查，借助特种设备，这个小区能够远距离观测小区对面的某海军基地。该基地承担着多项重要军事任务，亮相的各种重要海军装备中不乏杀手锏武器。这些泛着绿光的设备，正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布设的窃拍窃照设备。国家安全机关迅速采取行动，成功斩断了境外窃取国家军事秘密的黑手，及时消除了现实危害。破案后，国家安全机关给予举报人李某重大贡献奖励。李伟对深圳卫视表示，中美情报斗争已经持续了数十年，早已成为常态。如今，中国的反间谍能力已经上了一个新台阶。中国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也不断完善了反间谍的法律制度，加强了技术手段，积累了丰富经验。在美国不断增加针对中国的情报活动织毛的时候，并试图呢使之更加锋利的同时，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呢也在不断构建更加完善的反间防谍之盾。于是呢，根据包括美国中情局在内的境外势力针对我国情报活动的发展变化，不断完善相关反间防谍的法律武器；二是针对美中情局在内的境外情报机构技术与人力情报活动的变化，
采取并强化相对应的反间防谍的各项措施。三是不断加大反间防谍维护国家安全的力度，特别是提高公民反间防谍的意识和能力。日前被印方以所谓洗钱为由逮捕的中国手机企业 vivo 印度公司的3名高管，于当地时间26号在新德里地方法院出庭，法官判决3人羁押期限延长至28号。从2014年投资印度开始 ，vivo 在当地经营9年，都经历了哪些反转？实际上，印度也对美国和欧洲企业多次采取法律行动，这又给投资当地的外国企业带来了哪些警示？来看报道。23号，印度打击金融犯罪的机构以打击金融犯罪为由，逮捕了 vivo 印度分公司的临时首席执行官中国公民洪旭全以及2名印度籍高层，包括首席财务官以及1名顾问。在拘留3天期满的当天，3人于26号在新德里出庭，控辩双方律师进行了约3小时的辩论。彭博社披露了这次庭审的一个细节，在激烈辩论过程中，印度检方突然向法官提交了一个秘密的信封，并要求法官只能自己看里面的报告，然后就拘留期限问题作出裁决。在看完这个秘密信封后，法官决定将3人延长羁押2天至28号，并要求辩护双方都要保守秘密信封里涉及的机密，任何一方都不得在公共场合讨论里面的内容。据现场记者报道，庭审当天，一名中国驻印度使馆的工作人员与出庭的 vivo 印度分公司的临时首席执行官中国公民洪旭全进行了单独交谈。外界认为，洪旭全向使馆人员进行了领事保护咨询。深圳卫视注意到，在25号的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 vivo 印度分公司高层被捕事件进行回应，强调中国政府坚定支持中国企业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并将为所涉中国公民提供领事保护。我们敦促印方充分认识中印经贸合作互利共赢的本质，为中国企业在印度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国驻印度使领馆将继续依法依规为所涉中国公民提供领事保护与协助。深圳卫视查阅今年9月1号生效的《中国人民共和国领事保护与协助条例》第9条规定，获知在国外的中国公民、法人、非法人组织因涉嫌违法犯罪被驻在国采取相关措施的，驻外外交机构应当根据相关情形向驻在国有关部门了解核实情况，要求依法公正妥善处理。中国公民被拘留、逮捕、监禁或者以其他方式被驻在国限制人身自由的，驻外外交机构应当根据相关情形，按照驻在国法律和我国与驻在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对其进行探视或者与其联络，了解其相关需求，要求驻在国有关部门给予该中国公民人道主义待遇和公正待遇。第10条规定，获知驻在国审理涉及中国公民、法人、非法人组织的案件的，驻外外交机构可以按照驻在国法律和我国与驻在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进行旁听，并要求驻在国有关部门根据驻在国法律保障其诉讼权利。vivo 案件可以追溯到去年7月，当时印度执法局曾突击检查了 vivo， 并以涉嫌洗钱为由冻结了 vivo 约合3.9亿元人民币的现金等资产。今年10月，印度执法局再逮捕4名 vivo 印度分公司员工，其中包括1名中国公民，但 vivo 对印度政府的指控予以否认。12月，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印度执法局将 vivo 列为主要被告。实际上 vivo 品牌深耕印度市场多年，首次投资印度是在2014年。深圳卫视注意到，同年印度总理莫迪上台执政之初就喊出了印度制造的口号，强调欢迎外国资本投资印度制造业，并展示了保护投资的决心。经过3年的持续投资， vivo 成为印度智能手机市场排名前3的常客。截至今年3季度， vivo 拿下了印度17%的市场份额，印度工厂也是vivo 海外工厂中产能最大的一家。14年、15年的时候，中国企业大规模的去印度投资建厂啊，
实际上就带来了这个整个手机的产业链，这也就带来了印度的整个手机的行业，经过大概这样将近10年的发展，印度的手机的产业链已经相对而言是建立起来了啊。有报道称 ，vivo 是在印度投资最大的中国手机品牌之一，与韩国三星不相上下。曾制定了一份总价值约64亿元人民币的印度投资计划。印度经济时报曾报道 ，vivo 在印度的智能手机生产基地规模约等于其在中国境内2家工厂的规模。公开报道显示，此前这家公司在印度的经营还算顺利，但从2022年开始，印度政府多个部门先后以调查、税务等为由扣押该公司资产，冻结银行账户。实际上，所有在印度投资的中国手机厂商都有类似遭遇，一些企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仅小米手机一家企业在2022年1月和4月之间被印度政府冻结的款项就折合人民币约53.6亿元，而且印度政府还停止了小米在印度的经营权，直至今年10月。近年来，不止中国企业，不少欧美企业也在印度的营商环境方面遭遇重大挫折。根据海外科技媒体统计，2007年欧洲电信运营商被印度政府罚款21亿美元；2008年，美国微软被罚款70亿卢比；2013年，美国 IBM 被罚8.6亿美元；德国宝马公司、韩国三星、芬兰诺基亚、美国亚马逊和谷歌等知名企业都被印度政府罚款过亿美元。2021年，印度以违反外国投资法为由，罚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13.5亿美元，沃尔玛直接宣布退出印度市场。整体而言，印度的营商环境呢，在莫迪的第2任期内，实际上是在大幅的下滑啊。印度越来越朝向这个保护主义的这个方向的发展。就在莫迪第1任期的时候呢，其实他还是比较轻这个商业的。轻这个资本的啊，但是到了第2任期呢，实际上它主要的这个政策的核心呢，它是放在了这个民族主义的，放在了宗教方面啊，放在了整个国家民主的一个改造的方面啊。观察指出，印度政府底气十足，与美西方舆论近年来强化炒作所谓印度将是下一个中国有关。印度目前人口已经位列全球第1，被认为发展潜力很大。印度的制造业也逐渐发展。以手机制造为例，2014年印度向中国进口手机1.8亿只，但现在这个数字降为0。而印度2023年智能手机出货量达2.4亿只，仅次于中国的2.83亿只。但印度国产手机品牌并未发展。以该国出货量前5名的手机品牌为例，除了韩国三星，其余4家都是中国企业。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苹果对印度的投资。该公司2023年首次在印度开专营旗舰店，紧接着又开了第2家。库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印度是增量最可观的市场。目前，印度市场销量已经超过德国和法国，成为苹果手机的全球第5大市场。2020年开始，苹果将部分旗舰机型放在印度进行小批量制造，去年开始增大规模。据彭博社消息，iPhone 的印度制造占比约为7%，来自印度工厂的 iPhone 15将供应南亚及东南亚市场。好，离台湾地区2024选举投票还剩16天，选举前的3位候选人第3场也是最后一场政见会28号举行。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民众党候选人柯文哲各自阐述政策理念。3位候选人9天内的第3度对决攻防如何？来看最新报道。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最后一场候选人政见会27号晚7时登场，3位候选人再度交锋。和前2场一样，政见会分3轮进行，每人每轮共10分钟，共计有30分钟时间阐述政策理念。按照抽签结果，3人按柯、侯、赖的顺序发言。据岛内媒体观察，3人攻防策略不同。赖清德注重政见发表，以防守为首要考量，尽量避免触及敏感议题。
侯友宜发表的3项政见担任了挑战者角色，而柯文哲在政见陈述之余，还以较大篇幅批评民进党的施政，尤其着重强调了对军事、外事及两岸议题的看法。当然，在他擅长的医疗领域也进行了陈述。率先发言的柯文哲表示，民进党执政多年，台湾医疗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改正和改进。他还强调，民进党的台独路线让台湾人民恐惧不安。民进党在现阶段还有台独党纲，过去8年执政与大陆零互动，现在更推举一个自称务实的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来当候选人。我坚持举办了8次的双城论坛，就是为了让双方还有一个交流沟通的管道，交流可以增加彼此的善意，最起码避免恶意继续上升，然后也减少了擦枪走火的危险。侯友宜重点谈及经济政策议题，他强调，很多岛内民调显示，对民进党经济政策满意度很低，1半以上民众都不满意，民进党的经济成绩单不及格。国民党政府执政的时阵，台湾可以变成高科技的之岛，是得力于什么？成功的发展半导体。我们看看经济成长率14年新低，只有1.42%，也是金融海啸以来最低的纪录。低薪、高通膨、高房价，人民没有享受到，这个经济的成果啊！而且贫富差距越来越高，10年的痛苦指数10年新高。按照计划，接下来3位候选人将在30号下午2点举行电视辩论会，副手辩论会则于元旦当天下午2点登场。两岸议题仍是蓝绿的攻防重点。赖清德在第2场政见会上拿蒋经国说事，攻击称蓝营亲大陆。有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已经被台独思想烧坏脑袋。他忘了一件事情啊，你要为什么蒋经国会受到台湾人民的尊敬？因为他说过他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民进党现在你要学蒋经国，你有哪件事情？你做了哪件事情是符合他当时蒋经国还在世的时候他的这个路线？28号，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发公开信，批评民进党当局的执政乱象，指出在两岸方面，民进党偏执的抗陆谋独举动是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源。民进党让年轻人的役期一再延长，是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连战表示，只有国民党的侯康沛能让两岸重回和平发展的道路，大家才能安心放心安居乐业。好，消息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民众党候选人柯文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即使台湾所谓的邦交归零也没关系，那对此您怎么看？其实柯文哲领导的白色力量在蓝绿夹杀的大形势下，之所以还能够勉强支撑得下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岛内的年轻人成为了他的铁杆基本盘。而从柯文哲敢于说出即使台湾所谓的邦交归零也没有关系，这样一种在常人看来大逆不道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台湾年轻人喜欢柯文哲并不是无缘无故的。柯文哲的魅力就在于，他不仅反体制、反传统、反政治正确，而且就像那个勇于说出皇帝其实没有穿衣服的小孩，他经常敢于口无遮拦。而在我看来，柯文哲的这个说法之所以是一句大实话，主要就在于过去40-50年来，台湾方面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花了大量民脂民膏去维系的那些所谓邦交，无论是在拓展所谓的国际空间上，尤其是在一些台独分子梦寐以求的所谓重返联合国上，还是在维护所谓的安全上，几乎都是毫无用处，并没有发挥过任何真正的作用。岛内政权之所以还能够坚持到现在，主要是靠美国与日本等境外势力在支撑。那些所谓的邦交有没有，其实都无所谓。没有了这些所谓的邦交，台湾还能活，而且会活得更轻松。但要是没有了美日为首的境外势力，台湾立马就撑不下去了。当然话又得说回来，柯文哲虽然揭露了一个赤裸裸的政治现实，但是在当前政治环境下，极力维持所谓的邦交，不仅是岛内政治的政治正确，而且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人物敢于抛弃这些所谓的邦交。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一是这些所谓的邦交
仍然是岛内政权向外界展示与证明我还活着的重要标志。二是台湾地区领导人还是需要通过出访这些所谓的邦交来满足自己的心理需要的。因此虽然这些所谓的邦交实质作用不大，但是无论哪一方上台执政，都会把这些所谓的邦交像宠物一样供养着。那对于前国民党主席连战发表公开信，呼吁岛内选民支持侯康沛一事，您又怎么看呢？其实，在几个月前，外界最为担心的就是在这次选举中，泛蓝势力会再度出现大分裂。那么，随着金溥聪为侯康沛操盘，马英九公开为侯康沛站台，意味着国民党内的正蓝已经归队。随着韩国瑜被列为国民党不分区民意代表第1名，赵少康答应担任侯友宜的副手，意味着国民党内的战斗蓝不仅重新集结，而且已经进入了战斗状态。而王金平重新出山，为侯康沛在台湾南部拉选票，这意味着本土蓝已经跟侯友宜合体。因此这次年事已高的连战先生亲自发出公开信，呼吁选民投票给侯康沛。这不仅说明国民党内的深蓝势力已经跟侯友宜冰释前嫌，而且也意味着在团结打赢2024选战这一政治目标下，国民党内的深蓝与本土蓝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大和解。也就是说，选战进行到现在，国民党内终于上演了全家福大合照的喜人景象，这也让侯康沛的胜选几率进一步增强了。但是国民党要想最终战胜民进党，接下来还应该做好这么2点：一个是在最后关键的时候让郭台铭放弃前嫌，为侯康沛来站台，这将有助于一部分犹豫不定的中间选民，尤其是经济蓝选民倒向国民党；二是跟柯文哲做好沟通协调工作，并在最后关头打出弃保牌，让柯文哲手下的年轻人能够把票投给国民党。还有几天，2024年即将到来。那您对过去1年岛内以及台海局势有些什么样的总结？同时又对来年岛内政情以及台海局势有些什么样的展望呢？我认为，在蔡英文上台当政之后，尤其是在过去的这1年当中，虽然岛内政局以及两岸和台海之间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总体的政治和安全格局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更没有出现本质性的变化。这样一种局面，使得过去的两岸与台海局势在风雨中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同样，这样一种局面也将会在2024年以及未来若干年，让两岸关系与台海局势继续在风雨中保持基本的稳定。而在我看来，有利于两岸以及台海局势能够在过去、现在以及将来保持基本稳定的因素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虽然岛内的政治生态已经出现了绿大于蓝的根本性变化，但是仍然有高达70%左右的选民赞同两岸应该维持现状。第二个是，经过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期的大起大落，拜登政府的对台与对中国大陆政策已经基本稳定下来了，也就是在中美关系上维持中美竞争的同时，避免中美冲突与战争。在台湾问题上，这采取了一手软一手硬的2手策略。硬的一手是继续加大在台海周边的军力部署，软的一手这是向中国大陆公开承诺不会支持台独。第三次是因为中国大陆在台湾问题上始终保持了战略定力，也就是坚定的以和平统一为目标，以我为主来处理两岸关系，不会随着台独分子的步伐而起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接下来的2024选举中，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谁上台执政，都将受到这3大基本因素的牢牢制约，无法实现突破。也就是国民党上台执政了，两岸关系虽然有可能会重新走上和平发展的轨道，但仍然不可能马上实现两岸的统一。民进党继续连任执政了，两岸关系虽然会继续维持紧张态势，但是赖清德绝对不敢在台独的道路上迈出实质性的步伐。总而言之，在2024年以及未来的若干年中，两岸关系与台海局势虽然有可能会继续经历大风大浪，但是维持现状的基本大格局不会发生变化。这就是我对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两岸关系与台海局势的基本看法。